美国空军探索用 F-15E 战斗机扔炸弹反舰，这是自寻死路的玩法，还是技术条件完备造成的信心满满？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一般来说一说到反舰作战，大家更容易想到的就是各种反舰导弹鱼雷啊。至于说用飞机扔普通炸弹，就给人感觉有点原始，有点 low 了。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二战以后扔普通炸弹反舰这个战术实际上被淘汰了。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吧，因为美军一直是比较信赖的反舰手段，恰恰就是炸弹，而不是导弹。一方面，二战之后炸弹打军舰战果还不错呢。你比如说，我们这边也吃过亏啊，当年解放军的护卫舰就曾经被国民党军的 P-47以低空平尾投弹方式击沉过一艘。马岛海战，英国皇家空军也没少吃这个天鹰 A4扔的普通炸弹的亏。而导弹美国人觉得只要对方有准备，反舰导弹面临战场上各种干扰，有源干扰、无源干扰，基本上没法靠谱，他们不太信任导弹。就是导弹是个消耗品，最后解决战斗，美国人认为还得靠炸弹。不过现在舰艇防空水平是越来越高，再用这种老式铁炸弹玩轰炸对战斗机或者轰炸机来讲，也必须承担一个过于大的风险。那么美军这次为什么又想玩炸弹呢？而且还不是海军飞机，是空军的 F-15E 要这么干反舰的工作。关键在于美国空军这次用的是改进以后的捷达姆制导炸弹。捷达姆大伙儿都熟悉，炸过咱们大使馆呢。原来是简单的卫星制导，就是输入一个坐标，让炸弹通过 GPS 导航向坐标飞。那个时候捷达姆只能打固定目标，现在美国通过两个手段让捷达姆具备了打击动目标的能力。一个是通过侦察力量连续跟踪目标，把这个目标的地理位置不断的换算成一个坐标，再把新的坐标不断通过数据链交给炸弹，这样炸弹可以随时的更新瞄准点。另一个思路稍微贵一点，就是给炸弹上增加红外的或者是别的导引头，把捷达姆变成了一个多模制导的精确制导炸弹。另外还通过什么滑翔弹翼增加发动机提高了滑翔距离。原来扔自由落体炸弹扔个几公里就不错了，现在是滑翔炸弹能飞到60公里。根据美军的计划通过增加发动机可以把这射程提高到300公里。真到了300公里的话，美军飞机就可以在我们红旗9的射程以外安安稳稳随意投弹，对我们威胁就特别大。还有一个特别讨厌，就是如果美军用的是 SDB 这样的小炸弹，一架 F-15E 能挂20几枚，意味着它一个架次就可以对我们多艘舰艇同时发动攻击。如果挨上一发，军舰倒不见得被击沉，但是有可能造成是部分设备损毁，导致失去了一部分战斗力，然后再面临下一轮攻击就更难拦截了。就算你能拦截住，也会消耗大量的宝贵的防空导弹，然后等你防空导弹消耗干净，对方的大型炸弹就该下来了。所以面对这种打法，我们的预警、截击、制空权这些要素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尤其是编队中，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性能和数量将决定我们的舰队能不能构成一个随时存在的空中防线，让 F-15这样的飞机没法从容投弹。不过我们这次还可以感谢美国，因为卫星制导也好，滑翔制导那个弹翼也好，发动机也好，包括各种制导体制也好，中国现在全部齐备。美国提供的这个设计思路还有战法构想，又能让我们海军空军一起摸上好几年。好，关于美国空军这个反舰的新思路，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见。